好重的魔气啊！回宫镜。将军，不能再往前了，前方魔气这么重，我们应该立刻回天宫，向天君禀报才是。你跟随本将有多少年了？回禀将军，自从元征将军走后，末将就一直追随你，已经有5万年了。5万年了。你虽不是袁家子弟，却是我的心腹爱将。如今我袁家落难，你也跟着受了牵连。将军言重了。我袁同对不起诸位。感谢你们到了今时今日，还愿意追随于我。天道往复，生生不息。若是有来世，袁同愿做牛做马，来报答各位。若是不幸，没有再世为人的机会，黄泉之下，九幽之中，我愿长居冥府，受地火焚身之苦，以赎罪孽。将军为何这么说？我们是兵，你是将，我们追随你，天经地义。陈将，我给你的醒神丹，兄弟们都服下了吗？出发前都已服下了。那就好。那将军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先回大营，然后再向天宫禀报此事？不用，继续前进。将军，这违令者斩！是。兄弟们，跟我走！幽都山发生了什么事？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回禀元丰上神，如你所见，众天兵天将被魔所惑，神智全失，魔将只能将他们全部斩杀。被魔所惑？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同时入魔呢？是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同时入魔呢？赶紧上报天君，彻查此事，加派点人手过来，镇压此地。
末将遵命。太胡言！幽都山常年被魔气笼罩，之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守将入魔的事情。为何你说此事一定与青瑶医官炼制的醒神丹有关？为何你没有入魔？回禀云峰上神，幽都山今日魔气大盛，属下带领部将前去查探。进山之前，末将担心我部下天兵修为不够，不足以抵抗魔气的侵扰，便将自己的上品醒神丹拿出，分给他们服用。而我自己，则服用了我部天兵次一等的醒神丹。没想到刚一进山，我部便遭到魔气的袭扰。谁知我部下天兵面对魔气毫无抵抗之力，不过1刻钟，便纷纷入魔，神志全失。若非云峰上神及时赶到，恐怕末将今日也会死在那些入魔兵将的手里。也许就是你手下的兵将修为不足，为何你一口咬定就是与醒神丹有关呢？有没有关系不是你我说了算，一查便知。请天君查验。普华仙君，回禀天君，此丹确如袁统所述。天君，诸位上神，我错手杀了乐伯医仙，自知罪孽深重。可我部下天兵有什么错？将士马革裹尸，战死沙场，本是我们的归宿。可今日，他们却待我受过，遭人陷害入魔而死。青瑶医官，你若是想报仇，大可直接冲我来，我把命给你又能如何？你身为医官，实在是不该残害无辜，更不该用这样的手段。还请天君秉公处理，还我枉死的将士一个公道。天君，启禀天君，青瑶乃天宫医官，以权谋私，毒杀同道，此等大罪闻所未闻，恳请天君从严惩处。天雷，证据确凿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怎么还要为他开脱吗？我战神道。九臣拜见天君。九臣，此间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吗？臣在来的路上已经知晓。九臣，你有何看法呀？袁同，你今日为何带兵进幽都山？回禀神尊，幽都山今日魔气大盛，属下担心魔军有所异动。你只是幽都山镇守天将，即便魔军有异动，你也不是魔军的对手。发现魔气大盛，不立刻通报天宫，反而亲自带兵入山，为何？若不亲自探明情况，该如何禀报？属下屡犯大错，幸得天君仁慈饶我性命，便一心想要将功赎罪，没想到反而害了部下。
如今战不出兵，但凡涉及魔族，都必须以回光镜记录战情。为什么你们没有？情况紧急，还来不及祭出回光镜。你去幽都山已经有一段时日了，醒神丹乃是日常必备丹药，你在平日里修习练功都会服用。这一次的药与平常的不一样，你都没有发现？末将怎么能够想到，青瑶医官会做出这样的事？没有及时发现，是末将愚钝。袁同，你说青瑶害你，在你的醒神丹上动了手脚。你的部下服用了你的醒神丹，而你却服用了他人的，所以才逃此一劫。可是刚刚普化仙君的查验，明明你自己还有醒神丹。那么为什么你不服用自己的，却要服用他人的呢？末将想要多留一些上品的醒神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天君，依臣之见，此事归根结底还是醒神丹药力失效所致，而这药是青瑶医官所制。旧臣，你不问他青瑶医官，反而审问袁同将军，你不觉得有些表里不分，本末倒置吗？何为表，何为里，真君分得清楚吗？就身体而言，皮为表，骨为里；相对脏腑而言，血肉为表，脏腑为里；脏腑相对，腑为表，脏为里。万事万物相生相对，此事看似根本在醒神丹上，但真君又怎么知道没有别的乾坤？旧臣真是爱屋及乌啊！灵犀已经不在了，你对桃林小仙还是照顾有加呀。真君此言何意？本尊是就事论事，何来私心？没有私心？那你敢对天发誓吗？你所做的一切都出自公心，没有违背天规之举，甚至对从其院的神农。天雷，天君容禀。天君，是青瑶一时糊涂犯下大错，请天君降罪。青瑶，青瑶医官，此事尚未查明，你不要仓促认罪。多谢神尊，但天雷真君说的对，此事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醒神丹的缘故，才让众天兵天将失了性命。青瑶身为医者，却以医术害人，罪无可恕，无可谅解，请天君降罪。天君，青瑶只是一念之差，他并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。求天君法外开恩。天君，此事内情不明，还需细细审问，不可操之过急。将青瑶押到紫云台，先行收押，等查证清楚后再行处置。云峰上神去紫云台了。神尊，青瑶医官不会有事吧？以公谋私，害死天兵，怎会无事？神尊刚才在大殿上，驳斥的袁同哑口无言，这事明显有诈。
这事，即便是袁同有意为之，但青瑶医官在醒神丹上动了手脚，也是无可辩驳。因一己之私，害得几十名天兵天将入魔而死，这是形神俱灭的大罪啊！难道就真的没办法了吗？也许，本尊去一趟幽都山，你看住云凤，别让他轻举妄动。是。云峰上山，云峰上山。云峰，你怎么来了？各位，请容我与青瑶医官说几句话，说完就走。多谢。你这个傻子，你知道你自己认了多大的错吗？这会要了你的命的。是我害了无辜的人，理应受罚。你不要再管我了。不行，我就要管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你相信我。没用的，天规森严，我逃不出去的。我不能就看着你这么受罚，我做不到。是我技不如人，棋差一招，被袁同发现不说，还被他将计就计，倒打一耙。大不了就是一死。死？死就这么容易吗？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要你死，你死了我怎么办啊？我不要你死。云峰，你是上神，你不要为了我做傻事。是我害了人，我理应受罚。就算是死，也是我罪有应得。我不会让你出事了，不会让你出事了。我去找师兄，我师兄一定有办法可以救你。你相信我，等我。云峰。神尊，神尊来此处干什么？找东西吗？神尊，你瞧，坏了。这世上唯一能让破镜重圆的水月鼎，任灵犀为主，旁人无法驱动。而灵犀被你杀了。按说，神尊想要的东西，若是在以前，即便是拼了性命，我也会为你寻来。只可惜，神尊此刻想要的是袁同的性命。神尊，你知道吗？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更靠近你。我待神尊一片真心，神尊为何要如此待我？那些人都是你杀的。即便不是被我所杀，神尊也会认定是我杀的。神尊从来都不相信我，那又为何要问我呢？我奉命镇守在魔气深重的幽都山，而药王洞却送来失去药效的醒神丹，
神尊，你可曾担心过我的安危？因为偏袒灵犀，便对他师姐照顾有加。神尊的心胸如此宽广，装得下这么多人，为何就不能给袁同留一个位置呢？袁同，你屡次作恶，以为巧言令色就能蒙骗过关，还是你真以为本尊是那迂腐之人，没有了证据就不能处置你？神尊自然可以处置我。我袁家子弟若是都死在神尊手里，那也算是死得其所。我兄长不就是在此处被你亲手所杀吗？师兄，师兄，怎么样了？可拿到回光镜了吗？你莫要急躁，待灵犀回来，真相便可大白。但你要有个准备，即便是袁同他罪该万死，青瑶医官也脱不了干系。青瑶医官用职务之便，公报私仇，害死了很多无辜之人，这不是几句责难就可以了结的。青瑶乃天宫医官，以权谋私，毒杀同道，此等大罪闻所未闻，恳请天君从严惩处。是我害了人，我理应受罚。就算是死，也是我罪有应得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开玩笑的。程燕的姐夫我当定了。等灵犀从凡间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用凡间的法子，用八抬大轿来抬你。我飞莲殿的女主人，只能是你。天君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青瑶因为乐伯之死无法释怀，一念之差之下才犯了大错。但这整件事情从头至尾，云峰都是知晓的。云峰身为上神，自幼便生长在天宫，受到天君和师尊的教诲，但却未能尽职，没有及时的阻止青瑶，放任事情发展到今天这般地步。云峰罪责难逃。云峰，此事本与你无关，可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你知道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？云峰知道。云峰啊，你自幼跟随师尊修炼仙法，虽然性格跳脱，但是天资聪明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上神之尊，前途何其光明。可是现在这件事情，会让你的过往一切都化为泡影。洞中数万年的日月，苦练修习也没了意义。至于日后的岁月，更是无甚可期，你知道吗？云峰明白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逝者已去，必须有个交代。云峰身为上神，明知实情，却放任青瑶，最终酿成了大错。请天君处罚云峰。至于青瑶，他是乐伯医仙的徒弟，痛失亲人之下，一时激愤才犯下了大错。他本性善良，这数万年以来行走六界，赠药施珍，救人无数。还请天君看在他这么多年以来的功绩上，饶他一命吧。
你走吧。走。天君已经查明真相，此事除了你之外，云峰上神也是知情者。你虽是主谋，念洛伯刚死，你情绪过激，情有可原。不过，看在你多年行医济世，救了那么多苍生的份上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打你200神鞭，除去身上1半的修为，回到桃林，闭门思过去吧。那云峰呢？他人呢？这是云峰上神给你的，他在自兀崖。云峰身为上神，却知情不报，纵恶行凶，导致幽都山守军被魔气侵袭，死伤惨重，罪证确凿。天君法旨，念你曾有功于6界，罚封禁1000年整，每日早晚受雷刑，欲赦不赦。上神，你可有异议？天君圣德，云峰谢恩。上神，起来吧。做一个不会让你掉眼泪的人，去给一个忘乎所以的吻，去用一种坦率天真爱的原本，去求一朵云里华丽缥缈的缘分。那一个人让你付上了一生，等一句我们，为了拥抱花店长夜孤枕不过分。眼光星辰那条流泪的银河，将真心公认，爱傻的很，只输给深爱的人。云峰，与你何干？你为什么要替我顶罪？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很开心吗？你以为这样我就可以回桃里安然度日吗？你说我懂不懂这个傻瓜？你这个傻瓜！那一个人带着无谓的口吻，要一句可能。想念的蛮通往万劫不复的迷魂阵。
神尊，云峰上神已经被押去自无崖了。我都愿意忍，爱忙得很，请用而下了认真。你张开手，有温柔来自云层。青瑶医官，神尊，你救救他好不好？你救救他，我求求你了。天君谕令一下，传遍四海，此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怎么会？事情是我做的，与他何干？青瑶医官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是不要太伤心了。云峰上神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去找天君。青瑶医官，神尊，他不是告诉你要等我的吗？为何如此莽撞？青瑶医官，你都在此跪了1天了，还不走吗？白山仙，天君何时肯见我？天君是不会见你的。近来下界许多事，你实在不该再来烦扰了。天君，青瑶有事求见，望天君赐见。哎呀，青瑶医官，天君知道你因何事而来，但你要想清楚，此事总要有个了结。云峰上神与你共担，这便是10封之刑和200打神鞭呐。千年虽久，但总有重见天日那刻。但若是你一个人，哎呀，青瑶医官呐，你要好好想想，莫要辜负了他人的一片苦心呐。你现在得意了，让我欠了你这么大一个人情，1000年的10封之苦，我该怎么偿还你？你这样爱热闹的一个人，整日这样，很闷吧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，凡人军中有一小将，生的是面黑如炭，但却英气勃勃，很是骁勇。有一次他外出打仗，
不知怎的，就看上了敌国的一名女医官，还将她掳了回来。他对这个女医官百般体贴，女医官就是软硬不吃，不理他这套。可是他怎么都不肯放弃，无论女医官怎么打他、骂他，他还是死缠烂打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后来这个女医官没有办法，就只好从了他。80年后，他们子孙满堂。云峰，我答应你了，你听见了吗？白山仙说的对，1000年再久，总有再相逢的机会。若不是你替我收发，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再见了。不管是1000年，还是10000年，我都会在这里陪着你，等着你。以后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再分离。陈江他们是你杀的？是药王洞的醒神丹失了药效，天君已经处置了云峰。你没听说吗？一派胡言！这种话你骗骗旁人也就罢了，你还骗我！看来你都知道了。那你预备如何？要不去天君那里告发我？你杀了紫云台的天将，陷害青瑶，我只当你是伤心过度，失了心智。可是陈江他们，是跟了你5万年的部下，5万年呐！你怎么下得去手啊？你也知道，他们跟了我5万年，我们早已是一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如今我落到这般田地，他们继续跟着我，还有什么前途？与其这样，倒不如舍了性命，帮我一把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只可惜，云峰横插一手，救了那青瑶一命。哼，不过没关系，没了云峰，他逃得过这次，也逃不过下次。我早晚会让他神魂俱灭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袁童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说呢？或许是从我母亲死的那天，又或许是你拦着我去浮云殿那天起，我就只能这样了。这么说，一切都是我的错了？也不是，是你让我提前看清了这一切。你我早已不是同路人，请自便。
你去见神尊了吗？还在怪他？自然不是，我又不是狼心狗肺，我怎会不知他为我付出了多少？那是为何？我也不知道。灵犀，其实你回来，第一个应该去见的人，就是他。当初为了救你，他偷取神农鼎，挖取石心，保你一线生机，连我这个师姐都自叹不如。他私盗神农鼎，可会被天宫责罚？他违抗天规，隐瞒众仙，将你瞒天过海的保下来。与这个罪名相比，私盗神农鼎又算得了什么？灵犀，去看看他吧。师姐，你就别说我了。你呢？往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还能有什么打算？就在这里陪着他呗。这个云峰上神啊，他可真有手段。千年的石峰之苦，换得你这般死心塌地，也不算得吃亏。休要胡说！云峰上神，怎么，心疼了？不是。云峰上神，多谢你照顾我师姐。不过你这么小心眼宜人，吃了这么大一亏，定然心中不忿。如今我回来了，我得替你出气才行啊。灵犀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邪愿重生，又功力大增，这样的我，自然最适合去讨债了。灵犀，你要状告袁同？是。天君，我要状告他3大罪状：一，他残杀紫云台守将，并嫁祸于我师姐青瑶，颠倒是非，指造为败；二，他残杀我父乐伯，逞凶肆虐，手段残忍，可怜我父一生行医济世，救人无数，却被他所害。好了，此事天君与诸神都已知晓，袁同将军也受到了惩罚。好，那我便说些不知道的。3，我要状告他狼子兽心，逆天暴物，在幽都山亲手残杀自己的手下部将，再假借醒神丹之诱，嫁祸给我师姐青瑶与云峰上神。你撒谎！灵犀，你真以为自己成了山灵族国主的女儿，你就有了倚仗是吗？在我天宫大殿，在天君和诛仙面前，你竟也敢信口雌黄？袁同，你害怕了？一派胡言！我问心无愧，有何所惧？真的不怕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你自己欠下的孽债吧。将军，好重的魔气！将军，不能再往前了，前方魔气这么重，我们应该立刻回天宫，向天君禀告才是。继续前进。将军，这
违令者斩！这是袁同残害部下天兵的罪证，可惜被他毁了。你有水月鼎在身，应当可以复原此物。灵犀，你既然回来了，要不要去浮云殿看看神尊？哎，灵犀，你真的成上神了？那应该找个机会跟你切磋一下，看咱们俩谁更厉害。我自然是不如你的。你可别这么说，毕竟你品阶在这儿，是上神。灵犀。水天一色的银河，看月光荡起层层银光。在梦中，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晕厥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。神尊，你却已我回来了。感知过一丝深切过，飘泊于心的水火，为你洗彻一生的苦涩。袁同，你藐视天规，肆意逞凶，屠杀同道，按律当诛。然，天君念你们袁家对天庭有功，罚你剔除仙骨，除去仙籍，打入凡间，永世不得重返天庭。你在这九重天上时日不多了，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们袁家世代英明，不想今日竟毁在你一人手里。本座倒有句话要跟你说：到了凡间，好好做人，不要重蹈覆辙。是传心地丢失的全部过程，我敢肯定，此人定是出自我天宫，怕是魔族余孽安排在天宫的奸细。你要说的就是这些？适才，南天门的守将已经将此事
报告给本座，本座也派手下去查了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你可以走了。真君，末将还有一事。末将觉得，魔君不会那么容易消失的。我曾经见过魔君，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灵犀体内只是有一道魔君的元神之力，元神之力消散的确会影响修为，但是怎么会让魔君一同消失呢？这是不合情理的。末将觉得此事定有阴谋，说不准就与那灵犀有关。他最会装腔作势，蛊惑人心。住口！袁统，本应该早就将你打入凡间，念在你袁氏一族守卫6界数万载的份上，本座才听你一言。没想到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执迷不悟。是。本座不喜欢九臣和那小仙，是怕他们因情误事，放出魔君，残害众生，并不死心。而你，因为你母亲的死，对桃李一众怀恨在心，屡犯大错，甚至对自己的手下和亲近都能杀害，真是丧心病狂！这与魔合一。何为魔？心怀恶念便是魔，贪赃恶欲便是魔，没有底线肆意妄为，残害众生便是魔中之魔。天君对你够仁慈的了，如果是本座来审你，早就将你打入锁妖塔，1万年不得出。还会让你有下凡做人的机会？哼！本座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此番下到凡间，再敢兴风作浪，本座绝不手软，定会让你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紫光。紫光！哦，在。立刻将他带下凡间。是。袁通将军，请。神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袁通将军，运气挺好啊！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人对你不离不弃。
神尊，你还在这儿？是。他还好吗？每日2次雷击之刑，怎会好呢？他法力深厚，自幼被师父打大的，区区2道雷刑，不碍事的，别放在心上。他要在这里石封1000年，你打算日日守在这儿吗？他是因为我，才被封禁在此。我除了陪着他，其余的什么也做不了。你这样自苦，他也未必开心。天君为人公正，不会徇私，也不会错判。你与云峰犯下大错，害死1众天将，因而受罚。这是因果，逃不掉的。你若想赎罪，也应该对着众生，而不是对着云峰。你是乐伯医仙的弟子，也是药王洞的医官。你的医术，在这9重天上，也是让人称道的。你若这1000年都要颓废地守在这儿，不下凡行走，行医救苦，也不回药王洞行医治病，那你就枉费了云峰的一番苦心，也辜负了你的神职。青瑶明白了，多谢神尊指点。你是聪明人，不许本尊，你也会明白。有些事不能改变，便要坦然接受。你生而为神，行善尽责，是你的本分，莫要忘了。是。他突然变得这么安静，我还有些不习惯。对了，神尊，你见到灵犀了吗？感觉他好像变得有些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见到他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我分不清他是灵犀还是灵墨。灵犀和灵墨本就是同一个人。凡人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：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5万年前，我在刚渡劫回来的时候，也是浑浑噩噩了一阵子。经常午夜梦醒的时候，就会想起凡间的事情，想念凡间的爹娘、家人、夫婿，觉得他们才是我的亲人。凡间的生活不过几10年，生老病死，喜怒哀痴，往往都是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执着。但无论是圆满还是遗憾，都是完整的一生。不像在这里，一成不变，亘古不改。又过了很久，我才明白，不管时间长短，只要是用了真心，情便是真的。天族的亲朋也好，凡间的爱人也罢，都是我们的亲人。我们生而为神，受造化眷顾，能够有多一次的机会去体味7情6苦，这是大幸，不必自困。你的意思是要我等？既然神尊都不能接受，更何况是灵犀呢？灵墨死的时候是很痛苦的，即便他现在回来了，想起了一切，
午夜梦回的时候，心里多多少少，肯定还是会有些不舒服。所以神尊，你要多费心了。多谢。到底是谁？袁童！谁在叫我？袁童！童儿，哥哥，你可以这么叫我。你不是我哥，你到底是谁？吴志奇，魔君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这一代魔君的确死了，但是魔永远也不会消失。天生万物，有善便有恶，有正便有邪，有生便有死，有形便有藏。心之恶念，贪憎恶恨杀，阻扰修习业障缠身，便是魔。不可能，吴志奇已经死了，我亲眼所见。灵犀历过3劫，魔气消散，你被业火焚身，一人消失于6界，怎么可能还在这儿出现呢？你还是不明白，吴志奇只是我挑选的一任魔君而已。我是魔，心之本源，变化万端，可浮可沉，可见可亡，可聚可散，如何消失？所以你来找我，是想引我入魔，想让我成为新的魔君。你连仙骨都没了，要如何成为魔君啊？魔的力量无限大，不仅要斩断七情六欲、心容百媚，更要有强大的神魂和顶尖的根骨。你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何要入我梦？给你一份机缘。机缘？为我们母亲报仇的机缘，为你自己雪恨的机缘，为你赢得这一切戏耍痴术。让我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的机缘。我该怎么做？帮我找一个人好吗，童儿？找谁？